事吗？啊，你好，请问我方便进来看一眼吗？可以，你进来吧。谢谢。您好，请问您是？我是这个房子的房主。哦，我是隔壁单元的邻居，正好我家最近也在重新装修，刚听到您家的动静，想说过来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。啊，没事，你随便看吧。您家这个装修风格我还真挺喜欢的，请问有设计师或者装修公司的联系方式吗？这房子全是我自己设计的。本身我自己是干装修的，公司里面还有很多单子没有完成，我不太好意思让工人上我家里来加班，我就想着自己抽空慢慢干吧。是从头到脚都是您自己一个人干的，那真挺厉害的。这个是我的名片，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。徐安正，你随便看看吧。啊。咱们清安园小区它属于安置房，一般来说呢，墙体都比较薄。我在这个墙里面装了防火棉，它能起到防潮的作用。再加上啊，南方天气比较潮湿，我特意在地面底下铺了地暖管。真挺不错的，我家要是也能这么装就好了。我一度害怕这个世界，害怕身边的所有人。尽管我已经很努力地在掩饰和伪装，我总是觉得伤害我的那个人无处不在。好在有了吴俊的出现，让我高度紧绷的心理稍微放松下来。我也暗自庆幸能遇到他，他让我重新相信，这个世界还有光。
大叔。哎，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。可能要麻烦您一下，我这个朋友前2天跟我来小区，把钱包给丢了，我们想来查查监控，看掉哪儿了。哦，要看监控是吧？嗯。那行，来吧。谢谢啊。哎，客气什么呀？你是搬走了是吧？啊，是。哎呀，说到底啊，这还是一个安置小区，你们年轻人在这里都住不长久。结婚嘛，是应该选个新小区、新房子。你们要看哪一天呢？要不要我叫物业过来？不用，我这个朋友刚好是修电脑的。那在哪儿丢的，知道吗？记不清了，要不我们自己找找呗。哎呀，那可费功夫了。老张，3号楼王老太太家的狗啊，掉到那个下水道里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那行，那你们慢慢看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好。你哥开的是辉昂吗？对凶手来说，重要的不是事实，而是你的想法。他应该来过很多次，在你上班的时候，从大门进来。吴俊，你怀疑的人不会是我哥吧？不可能是我哥，我哥他确实有我家钥匙，白天都能自由的进出。但他只是不放心我，经常来给我送吃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现在也只是推测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查一下，就算是给你哥个清白。接着看吧。钱包找到了吗？差不多了啊，我们要下班了。哎，其实就算你哥那天去过青兰园，也说明不了什么。我是觉得我们得进一步确认。吴俊，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先回家了。
天那个窗户是从外面被打开的，也就是说那个人得一手攀着窗，一手用特别精细的工具把窗打开。妹妹，别擦了，反正回头又卖了。收拾干净些，也好卖个好价钱。屋里头墙纸打卷的地方再补一下，实在补不了，就整块撕下来，换块新的。行。这两天我们去附近看看，租个房子。没有我们，只有你。还是我做的不够好。我实在没办法像你妈那样对你，像对待另外一个自己。哦，对了，家里的备用钥匙放你那儿一把吧。喂，哥，到哪儿了？我到楼下了，怎么走啊？我走不了了，他们把我的衣服跟包都扣在里面了，怎么办？你等我。哎呀，小林，罗总还在里边等着你呢。今天太晚了，我能回家了吗？小林，你大学刚毕业啊，经验少，我们这些做前辈的肯定能帮着你，但你自己也得懂点事儿。快点进去。哎，进，走。哎，你谁呀？我是他哥。不是小林，这工作你还想不想要了？不要了。叔叔好，阿姨好。来了哈。哎，叔叔好，阿姨好。
怎么还叫叔叔阿姨呀？今天应该改口了。哦，爸妈，啊，楚平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，是我亲手织的围巾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谢谢。爸妈，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。哟，这个大衣。哎呀，一个黑色的，一个粉色的。哎呀，谢谢。你嫂子岁数对吧？以后啊，遇到什么事情还跟以前一样，知道吗？哎，我们拍张合影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开心一点，来准备，3、2、1。吃饭吧。谢谢爸。怎么样？新工作还适应吧？那什么时候开工资？公司有提吗？有，公司说试用期没工资，转正以后才有。行吧，在你转正之前，生活费就从我这拿吧。日子怎么过，都能活下去。只要你呀，能够回到正轨上来，不着急，我一直陪着你。爸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明天就是冬至了。今年我吃不上您做的桂圆烧蛋。以后也吃不上了。爸，我给您买了拖鞋，可您再也穿不上了。
什么呢，吴俊？一起吧？戒了，戒了。哎呦，我敢打赌，你这次戒烟呐，坚持不了1个星期。输了请吃饭啊！吴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从小最信任的人就是我哥哥。他在我眼里面无所不能，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，他都能第一时间帮我解决。我真的没办法相信，一个拼命保护过我的人，能变成伤害我的人。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样能证实他跟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关系？那天给你化验的医生，他的样子你还记得吗？如果见到的话，能认识。我们去一下你哥的医院。嗯。你还记得是哪位医生吗？其实也只见过1次，而且我要是问他的话，我哥肯定会知道吧。他不会知道的。一会儿你进去，先跟他打个招呼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重点是，你得接着说明自己的身份是李文昭的妹妹，要不然我们分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，是因为不知道你是谁，还是压根没那件事儿。你跟他说完前几天麻烦你了，我猜他差不多会有2种反应。第一种就是没什么反应，那就说明你哥哥找他化验烟头的事情是真的。第2种可能就是困惑，那就说明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如果你哥哥没有化验过烟头，那他一定有隐情。这2种表情，你能分得清吗？能。那我在车里等你。您下班了？我是林文昭的妹妹。哦，前几天的事儿麻烦您了。嗨，别这么说，谈不上麻烦。你这是来找你哥了？哦，我最近有点不舒服，我来拿点药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哦。哎，你现在有没有时间？占用你一点时间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找你说几句话。你别太紧张，是关于你哥的。我哥？自从你搬出去之后，你哥一直跟我絮叨，说就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出去住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平时话也不多哈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4个月，不管你多晚回家，只要回去了，
你哥就给你打电话或者发短信。是。以前他只是偶尔去你小区，现在只要是没有手术，下了班，他几乎天天在你楼下等你，看你有没有安全回去。说实话，我对他现在的状态很担心。你知道他要做手术，手术对医生的专注度要求非常的高，而这2天，他明显的分神了。这2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是那个烟头以后。其实我不应该多嘴的，但是文昭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件事我很遗憾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哥哥从来没有放弃过。这4个月，你哥哥想尽办法都要找出那个人，因为他爱你，也因为自责。出事的那天晚上，其实他正好路过你住的地方，本来想等你下班接你一起回家吃饭的，可是没想到被医院的电话给摧毁去了。喂，他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呢？因为他一直在怪自己。如果他能接你回家，或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。在你身上出现这种事，他比任何人都难受。楚明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就是有些话憋在心里太久了，恰好今天又碰到你，没头没脑的全说出来了，你别见怪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竟然会怀疑你哥。没事儿，我明白你是为我好，而且我哥也怀疑过你，所以这件事情你们2个打平了。其实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我哥的信息。我想那个时候，他应该就在我家楼下吧。担心我怎么还没回家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一有事情就往我哥那儿跑。他就像一个房子，只要我躲在里面，外面下再大的雨都不怕。但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，我哥为了保护我都承受了多少。说到底，这件事情还是怪我，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。那你当时为什么还会选择一个人搬出去住呢？是你心里也明白，不想总是依赖自己这个哥哥过生活，对吧？是，但我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这么难。喂，嫂子。哎，我怎么听你声有点感冒啊？哦，可能是刚刚在外面冻的，现在进车里好了。哦，明天别忘来家里吃饭啊。哦。我到时候让你哥下班以后提前把虾买回来。嗯，那个嫂子啊，
这两天外面特别冷，你们要出门的话多添点衣服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吴俊，哎，我想把这几天的事情跟我哥说，我不想从现在开始心里再多一个秘密了。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大概就是这样。看他平时的样子，想不到他这么细心啊。哥，对不起。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我现在啊，反而感觉到庆幸。如果凶手是吴俊的话，即使有我帮忙，咱们也毫无胜算。现在好了，你又多了一个帮手。其实，我一直怪的人是我自己，我没能保护好你。哥，发生那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当初选择自己出去住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家里面牵绊太深了，跟你牵绊太深了。你结婚以后，我突然间意识到，自己不能永远都依靠你。我想独立，想要自己出来生活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怎么能去怪你呢？可是，哥，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意外。我会慢慢学会放下，你也要放下，好吗？好。好了，你快回家吧，嫂子还等着你给她买菜呢。好，走。楚平，青兰园的钥匙你给过别人吗？钥匙？没有啊。那个人知道你每天睡前要喝蜂蜜牛奶，而且手帕打开的窗户，就像吴俊说的，如果是那个人故意留下的，但是又有谁会像我一样了解你的生活习惯？还有青兰园的钥匙，他是怎么得到的？前两天回了趟老家，哎，小伙子，好久没过来了。我前两天回了趟老家。那你今天买点什么菜呀？照原来的菜单吗？别忘了回来买什么菜哦。哎，哎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
明天就冬至了，拿点桂圆回去。嗯。多少钱啊？不要钱了，送你了。家里还有鸡蛋吗？有。谢谢啊。不谢。喂，你好，青兰园17号楼401是吗？开免提。喂，你开免提喂，你开免提啊？他挂了。怎么回事？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，她捡到了一个学生证，说上面的名字看不清楚了，问我们的住址，因为她看到了我们的寻人启事，我把住址告诉她了。那是不是默默啊？她说不是的，然后她又说她知道我们的孩子先去了一个邻居家，然后问我邻居家是哪户，我告诉她了，她就挂了。你去吧。喂，天野超市。刚才打电话那女的呢？人走了。她长什么样啊？长什么样我哪能说得清楚呢？啊，27、8岁吧。就她一个人吗？是不是还带个小男孩啊？小男孩没带，大男人倒是带了一个。她怎么走的？开车走的吧？往哪个方向？哎，这我哪知道呢？说什么？今天上午进过302的人，包括邻居，没有遗漏掉的吧？怎么了？找到一个成年人的指纹，在许安正主卧室的门把手上，但跟进来302的人都对不上。里面还是外面？里面的，外面没有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啊？里面的。杨默在302根本不是找东西，他之所以去摸恩怀的门把手，还有许安正的衣柜，他是要把自己藏起来。我让许安正回来开门。他在里面听到这句话，而让他藏起来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我之前推理过杨默在302的行动轨迹，许安正卧室的里外门把手上没有杨默的指纹，只有可能说杨默在卧室里是通过身体和门板的接触把房门给关起来。可是现在我们在卧室的门把手上查出了第3个人的指纹，极有可能是这个第3人关上了房门。这个指纹的主人就是带走杨默的人。杨默在许安正卧室里面消失了，这个第3人也在这房间消失了。可是我们把房间仔仔细细都搜查过了，可他们就是不在了呀。这第3人总该留下点什么痕迹。姐，走，去清凉院。好。
把小区的监控再好好查遍。行。哎，就这个人，以前经常到我们店里面来，现在来的少了。 好了，您看看家里还有什么需要搬走的东西吗？别的东西也都没地儿搁了，哎，就这个铜椅了。啊，麻烦您这2天整理一下，下周还得去一趟房产局。联系电话是留您的还是留你儿子的？ 留我大哥的吧。爸，这房子必须得卖吗？要还你的赌债，不卖了，拿什么还呢？可是卖了就没家了呀。你还有我，家是人。 又不是个地方，咱就是没有房子了。要不，咱换个地方住？那换去哪儿住啊？这儿是没什么好惦记的了。小地方，要想找到适合你专业的工作，也不容易。咱换个城市，星级市离咱这也不远。 兴许机会多点儿。再说，若梅跟婷婷也在，爸，明天就是冬至了，我要是能给您做一碗桂圆烧蛋就好了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。据星级市气象台统计，截止今日，12月以来，全省多地出现大雨天气，个别区域还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暴雨。据星级市气象台。 郑院同志，是您报的案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这是我爸的房间。
干了一些什么？空间、时间、视线、光线重叠成了一片，消失的、出现的，真假难辨，欲望和现实交织成线，怎么去分辨或推演人心善变？偌大的人间像一场失恋，善恶两个面，而我们有两张脸，是笑颜，是欺骗，只在一面。沉默无声的危险，蛛丝马迹的悬念，在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，真相后面是深渊，对错就在一瞬间，生死只是一眨眼，谁一遍一遍在重复着梦魇？空间